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废后之孙到大唐内乡。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选题非常特别，也非常沉重。我们要讲述一个女人在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最诡谲的政治斗争中，靠着一支笔和绝顶的智慧，走过了47年的人生钢丝。提到唐朝的女性权利，大家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名字，毫无疑问是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是，在武则天巨大的历史光环背后，在那个男权社会偶尔裂开的缝隙里，还隐藏着另一位极其传奇的女性。她没有皇室血统，甚至出身极其卑微，是一个在冷宫里长大的罪臣家奴。她的祖父和父亲被武则天满门抄斩，但她却最终成为了杀父仇人武则天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她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在无数次流血政变中屹立不倒，甚至在武则天退位后，她依然手握国家最高起草权，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巾帼宰相。不仅如此，她还凭借一己之力左右了初唐到盛唐的文学走向，为后来李白、杜甫时代的唐诗盛世奠定了最坚实的审美基础。今天我们要拨开野史杂谈的迷雾，撕开电视剧里各种狗血杜撰的伪装，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2013年在陕西西安最新出土的墓志铭等最铁证如山的考古史料，为您还原这位最真实的女性权力玩家。她的名字叫上官婉。让我们把时间的齿轮拨回公元664年，也就是唐朝麟德元年。这一年，长安城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这一场惨剧的受害者，不仅是上官家族的灭顶之灾，更是上官婉人生的起点。上官婉的祖父名叫上官仪。上官仪不是一般人，他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甚至创造了一种诗风叫上官体。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官拜宰相。当时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但他的皇后武则天已经开始深度干政。高宗对武则天的飞扬跋扈越来越不满，于是私下找来了上官仪，让他秘密起草一份废黜武则天皇后之位的诏书。这是在皇权斗争中最致命的一招，废后。但很可惜，这个绝密的计划泄露了。武则天立刻采取反击，动作极其迅速且残忍。他以谋反的罪名，将上官仪和上官婉的父亲上官庭之双双处死。一场满门抄斩，上官家族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被杀。而按照唐朝严酷的连坐法律，犯下这种十恶不赦的罪名，家中的女眷将被没收为奴，发配到掖庭。掖庭也就是宫女干苦力的集中营，是一个见不到光的地方。而就在这一年，上官婉出生了。是的，她一生下来背负的就是乱臣贼子的罪名，身份是最低贱的皇室官奴。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上官婉的母亲郑氏。郑氏出身名门，是太常少卿郑修远的妹妹。历史上关于郑氏怀孕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据说郑氏梦见一个巨大的神仙，递给她一把巨大的秤，对她说：“你将带着这把秤去称量天下。”郑氏醒来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要生下一个能当宰相的儿子，结果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儿。当时在极其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这无疑让人失望。后来上官婉掌权后，还会跟人开玩笑说：“难道当年说称量天下的人就是我吗？”虽然这只是传说，但在这个传说背后隐藏着郑氏极其强悍的心理素质。丈夫和公公刚刚被杀，家族覆灭，自己沦为罪奴，在暗无天日的掖庭里，面对着随时可能被饿死、累死的命运，郑氏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定。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对这个孤女的教育上。在洗衣做饭的重压下，在阴冷潮湿的冷宫里，郑氏教女儿认字，教她读诗，教她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她明白什么是权力，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生存。正是要把上官家族最引以为傲的文学基因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延续下去。她要让上官婉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吃人的权力游戏里，当别人拥有刀剑的时候，你唯一能武装自己的只有你的才华和头脑。我们很难想象小婉的心路历程。她从小就知道，那个坐在大明宫最高处主宰天下的女人，
那个他每天干苦力伺候的女主人，就是杀害他祖父和父亲的血海仇人。这种恨与怕的交织，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但上官婉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仇恨，他选择了隐忍，因为他知道，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蝼蚁的愤怒不仅可笑，而且致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地汲取知识，磨练自己的文笔，等待一个不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在14年后终于到来了。上官婉14岁那年，他的才气已经像掩藏不住的利刃，刺破了掖庭的重重高墙。人们开始传说，掖庭里有一个小奴婢，写的诗文比朝廷里的那些学士还要好。这个消息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武则天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统治者，一方面他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另一方面他又极度爱才，不论出身，不论男女，只要你有本事，能为他所用，他就敢破格提拔。于是武则天决定亲自面试这个传说中的小奴婢。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边是刚刚14岁，穿着粗布麻衣的奴隶少女，另一边是手握生杀大权，威震四海的帝国最高统治者。这是仇人相见，也是君臣相遇。武则天当场出了一个题目，让上官婉立刻写一篇文章。史书上的记载是4个字：须臾成文，而且辞藻华丽，语言流畅。上官婉没有任何的怯场，没有任何的卡壳，提笔就写，一气呵成。他的文章不仅文采飞扬，而且逻辑严密，大气磅礴。武则天看完之后大为震惊，她立刻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场免去上官婉的奴婢身份，将她留在自己身边，负责掌管宫中诏命。为了给她一个合法的宫廷身份，武则天封她为唐高宗的才人。但是请注意，这个才人完全是个政治壳子。高宗那时候已经病重，上官婉根本不是去侍寝的，他纯粹就是武则天的私人秘书。这是上官婉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了自己的斯德哥尔摩式的政治生涯，为杀父仇人效力。很多人会问，上官婉心里真的没有怨恨吗？他为什么不刺杀武则天？历史不是爽文，上官婉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冷酷的现实。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她太清楚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了。武则天的权势如日中天，连李唐皇室的亲王们都毫无还手之力，何况她一个毫无根基的小女孩。一旦她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怨恨，不仅自己会死，连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母亲郑氏也会立刻身首异处。因此，她选择了最为极端的生存哲学——绝对的实用主义。他不仅要为仇人工作，还要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好。他把仇恨深埋心底，把武则天当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导师。在武则天身边，上官婉亲眼目睹了武则天是如何玩弄权术的，如何平衡朝堂百官，如何利用酷吏，如何安抚边疆。这10几年是上官婉最核心的政治进修期。她从一个聪明的文学少女，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深谙政治规则、手腕极其老练的女政治家。伴君如伴虎，在武则天身边工作，随时都在走钢丝，稍微有一点行差踏错，就是万劫不复。上官婉就经历过一次几乎要命的死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情面事件。据史书零星记载，上官婉因为某件事情无旨，也就是违背了武则天的旨意，或者犯了错误，被判处死刑。但武则天爱惜他的才华，不舍得杀他，于是免除了死罪，改判情面之刑。所谓情面，就是在脸上刺青，这是古代一种极其屈辱的刑罚，通常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关于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野史传说满天飞。有说是因为他和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眉来眼去被抓包，有说是因为他在武则天和高宗议事的时候偷听被发现。但站在严肃历史的角度，这些风流韵事多半是后人的附会。更合理的解释是，随着上官婉权力的增大，他在处理政务时可能触碰了武则天的逆鳞。武则天是一个绝对不允许权力分享的人，她必须通过这种方式狠狠地敲打上官婉：你的命、你的权利，甚至你的脸，都是我给的，我也能随时毁掉。对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来说，在脸上刺毁容，打击是毁灭性的。
但在这次危机中，上官婉展现出了惊人的逆商。他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每天戴着面纱哭泣。相反，他巧妙地在额头伤疤处刺上了一朵鲜艳的红梅花。这朵红梅花不仅遮盖了刑罚的丑陋，反而给他增添了一种妖娆和神秘的美感。当他顶着这朵红梅花重新出现在宫廷时，不仅没有遭到嘲笑，反而惊艳了所有人。宫里的嫔妃和长安城里的贵妇们纷纷效仿，故意在额头上画上梅花，这就是唐代著名的梅花妆。把奇耻大辱变成引领潮流的时尚，把死结变成重新获取恩宠的踏板，这就是上官婉的生存之道，绝境逢生，反败为胜。经历了这次敲打后，上官婉变得更加成熟谨慎。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开始，上官婉基本上承担了朝廷内所有重要诏书的起草工作，史称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也就是说，朝廷百官递上来的奏折，武则天经常让上官婉参与决策。他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但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宰相的权力，这就是所谓内乡的由来。时间来到了公元705年，这一年爆发了震惊天下的神龙政变。宰相张柬之等人带领禁军冲入迎仙宫，逼迫82岁的武则天退位，迎立唐中宗李显复辟。李唐王朝终于重见天日。神龙政变是一次彻底的政治清洗。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当场诛杀，武家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作为武则天身边最红的大红人，作为武周政权的首席御用文人，按理说上官婉绝对应该在被清洗的名单之列。他是旧时代的标志，是武则天的喉舌。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上官婉不仅没有在政变中被杀，甚至连官职都没有被降。唐中宗李显一复位，立刻封上官婉为昭容。昭容是正二品的嫔妃，地位极高，并且唐中宗专门下令让上官婉继续专掌起草诏令。他是怎么做到的？凭什么城头变换大王旗，他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得益于他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提早布局。在武则天执政的后期，武则天日渐衰老，朝堂局势微妙。上官婉早就看出了李唐皇室必将复辟的趋势，因此他利用自己掌管诏书的权力，暗中保护过李显，并且跟李显的妻子为皇后建立起了极其深厚的私人友谊。在神龙政变的当晚，上官婉很可能充当了内应，至少是保持了对李显势力的默许和配合。当旧主子倒台，新主子上台，上官婉立刻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无人能及的公文写作能力和对朝政机器运转的了如指掌，证明了自己对于新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李显虽然当了皇帝，但他懦弱无能；韦皇后虽然野心勃勃，但缺乏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他们都需要一个懂业务、懂流程、懂权谋的大内总管，而全天下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上官婉。进入唐中宗时代，是上官婉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大唐朝廷最为乌烟瘴气的时期。唐中宗大权旁落，朝堂上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四大势力集团。第一是想要效仿武则天当女皇的韦皇后势力，第二是武则天的女儿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势力，第三是安乐公主和武三思勾结的势力，第四是以襄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为代表的李唐宗室势力。这四方势力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而上官婉就像一个穿梭在雷区里的走钢丝大师。他表面上依附为皇后，甚至把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引荐给韦皇后，形成了韦武同盟，但私底下他又跟太平公主保持着极其密切的闺蜜关系，同时他也不忘去结交皇储。他试图在所有的鸡蛋里都放上自己的筹码，不彻底得罪任何一方。但如果上官婉仅仅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他在历史上的评价绝不会这么高。他在唐中宗时期做了一件真正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大事，他利用自己内乡的权力和地位，大力提倡文学，引领了初唐向盛唐诗歌的过渡。在他的建议下，唐中宗大量扩充了修文馆，广召天下的文学知识进宫做学士。朝廷风气为之一变，从热衷于政治倾轧转变为热衷于文学创作。唐中宗非常喜欢带着韦皇后、
安乐公主以及上官婉到处游玩，每到一处必定大摆宴席，让群臣作诗。而这些最高级别的帝国诗歌大赛，裁判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官婉。想象一下那个风雅至极的场景，大明宫的彩楼上，上官婉端坐中央，下面是全天下最顶级的文人墨客，他们把写好的诗稿递交上去。上官婉看也不看作者是谁，只看诗的质量。写得不好的，直接从彩楼上扔下去，纸片如雪花般飘落。最后留在他手里的那一首，就是大唐帝国第一名。只要被他点中，不仅皇帝重赏，而且立刻名满天下，甚至可以直接升官。最著名的一次评比发生在两位初唐著名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之间，两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比赛到了最后，所有的诗都被扔下去了，上官婉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的诗。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儿，上官婉把沈佺期的诗扔了下来，宣布宋之问获胜。沈佺期非常不服气，但在场的人听了上官婉的点评后，全都心服口服。上官婉说，这两首诗文采不相上下，但沈佺期的诗到了结尾时气力衰竭，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而宋之问的诗结尾一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如神来之笔，气势高昂，余音绕梁。沈佺期听后羞愧地退下。上官婉不仅是裁判，他自己也是顶级的诗人。他极力反对六朝以来那种辞藻华丽但内容空洞的宫体诗，主张诗歌要大气，要雄浑，要讲究平仄声律。在他的强力引导下，唐诗的格律逐渐定型，大唐诗歌的磅礴气象开始展现。如果没有上官婉打下的这个文化地基，可能就不会有后来李白、杜甫等人在盛唐诗坛的全面大爆发。他用政治权力为大唐的文化繁荣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然而，钢丝走得再好，也有狂风大作的时候。公元710年，大唐帝国再次迎来了剧烈的政治地震。55岁的唐中宗李显突然暴毙，不管他是病死，还是像民间传言那样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结果都是一样，皇权出现了巨大的真空。韦皇后立刻控制了局势，隐瞒皇帝死讯，准备临朝称制，也就是准备当第二个武则天。整个朝堂处于恐怖的窒息之中。这个时候，上官婉面临着一生中最凶险的抉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韦皇后的人，如果韦皇后称帝，他理应顺水推舟，继续当他的内相。但在这个生死关头，上官婉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远见。他敏锐地察觉到，韦皇后虽然有武则天的野心，却没有武则天的手腕和威望。天下人心依然向着李唐，而且李唐宗室里的李隆基、太平公主等人绝不是吃素的。韦皇后如果强行篡位，必将引发全面的内战。到那个时候，她上官婉作为韦皇后的党羽，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为了自保，更是为了平衡局势，上官婉连夜秘密联系了太平公主。这两个当时中国最聪明的女人，在烛光下密谋，共同起草了一份唐中宗的遗诏。这份遗诏堪称政治平衡的艺术品。历年幼的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继承皇位，韦皇后作为太后临朝理政。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必须要由相王李旦，也就是太平公主的哥哥李隆基的父亲参决政务。这等于是给韦皇后的权力上了一道致命的枷锁。上官婉试图用这种权力分享的模式稳住各方势力，避免流血冲突。可惜，当这份遗诏公布时，韦皇后及其党羽大为光火，他们强行修改了遗诏，夺走了李旦的参政权。平衡被打破，战争不可避免。公元710年6月20日深夜，震惊历史的唐隆政变爆发。年仅25岁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率领御林军杀入太极宫。这一夜，火光冲天，血流成河。韦皇后在逃跑时被乱兵斩首，安乐公主在对净化煤时被士兵一刀砍死，韦氏党羽被屠戮殆尽。李隆基的军队终于杀到了上官婉的居所。当时的情况是，所有的宫女太监都在四处逃命，但46岁的上官婉没有跑。她非常镇定，
他让宫女们点亮蜡烛，穿上正装，手捧着那份他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的原始遗诏，亲自带领宫人在大门前迎接李隆基。在他的预判里，只要拿出这份证明他心向李唐皇室，试图分权给李旦的遗诏底稿，再加上太平公主的求情，李隆基一定会放过他。毕竟他才华横溢，他对帝国机器极其熟悉，新政权需要他，这是他前半生屡试不爽的生存法则。他高举着遗诏，请求面见李隆基。很快，太平公主也赶到了现场，极力为这位好闺蜜求情，证明上官婉确实起草了那份对李家有利的遗诏。但上官婉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个致命的变量：李隆基这个人。李隆基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冷酷无情的政治天才。他看着眼前这位名满天下的才女，看着那份天衣无缝的遗诏，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上官婉确实有才，上官婉甚至在这个局中帮过李家。但是李隆基更清楚，从他的曾祖母武则天开始，大唐的朝政已经被这些强悍的后宫女人干预了半个世纪。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还有眼前这个在几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的上官婉。李隆基发动的这场政变，不仅是为了诛杀韦氏，更是为了彻底终结这个女人干政的时代。上官婉太聪明了，她的政治手腕太高明了，她留在这个世上就是个巨大的政治隐患。谁知道她哪天会不会又去辅佐太平公主，成为对抗李隆基的武器？所以李隆基连审问的环节都省了，他不顾太平公主的苦苦哀求，冷冷地吐出4个字：此女妖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手起刀落。46岁的上官婉，在这个他生活了46年、充满了阴谋与鲜血的宫廷里，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一代才女，香消玉殒。上官婉死后，由于李隆基的政治定性，正史对他的评价极度负面。像《旧唐书》《新唐书》，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于受到后来儒家正统思想和理学的影响，这些史官把上官婉描写成一个毫无政治底线、淫乱后宫、依附为后的奸佞之臣。他们极力抹杀他的政治贡献，只强调他的道德瑕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官婉在民间就是一个负面典型。但是历史是有记忆的。时间来到2013年9月，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一处建设工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唐代古墓。虽然墓葬曾经遭到过严重的官方毁坏，很可能就是李隆基登基后下令破坏的，但是墓中出土的一方墓志铭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块墓志铭上刻着982个汉字，正是这不到1000字的墓志，像一枚重磅炸弹，彻底炸毁了宋代以后史学家对上官婉的泼脏水，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最真实、最有政治气节的女性宰相。墓志铭上极其详细地记载了一件正史中只字未提的隐秘大事件。在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仗着为皇后的势力，竟然要求唐中宗立她为皇太女，也就是想要合法继承皇位。如果这个计划得逞，李唐王朝将彻底覆灭。面对这种极其荒谬且危险的举动，正史里说上官婉是为后党羽，但墓志铭上却记载上官婉展现出了极其刚烈的反抗。他首先向皇帝上表坚决反对，皇帝不听，他就选择辞官，辞官不准，他竟然剃度出家，要当尼姑，依然没有阻止之后，最后上官婉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他喝下了毒药，以死明志。后来是太医极力抢救，他才捡回了一条命。这段由唐朝官方在第一时间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彻底粉碎了千百年来关于上官婉是韦氏死党的谎言。事实证明，他虽然在刀尖上跳舞，虽然看似圆滑世故，但在关系到国家法统和帝国命脉的根本问题上，他有着极强的政治底线。他用生命捍卫着李唐皇室的底线，试图阻止韦氏家族将国家拖入深渊。这也是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他坚持要把权力分给李旦的原因。他不是没有原则的墙头草，他是在那个极度变态、极度残酷的政治环境里，用最大的努力去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避免国家陷入动荡。可悲的是，历史的转折往往充满着黑色幽默。
那个为了政治目的毫不留情杀掉上官婉的李隆基，在几年后成功登基，成为唐明皇。当他的皇权彻底稳固，当天下海晏和亲的时候，他突然又想起了那个死在他刀下的女人。李隆基竟然下达了一道圣旨，命令全国搜集上官婉的诗歌文章，编纂成《上官昭容集》20卷，并且让当时的宰相张说亲自为他写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大唐官方给了上官婉极高的评价，称赞他的文学才华照耀天下，是国家不可多得的瑰宝。那个砍下他头颅的刽子手，最终不得不低下头颅，承认大唐的文化丰碑上必须刻下他的名字。回顾上官婉的一生，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他是一个孤儿，一个奴隶，一个罪犯的孙女。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任何可以退守的堡垒。大明宫的红墙绿瓦，对别人来说是荣华富贵，对他来说是随时会把他吞噬的嗜血怪兽。他能在这种绝境中活下来，并且走到权力的最顶端，靠的是超越常人的隐忍、惊人的才华和对人性、权力的深刻洞察。他为仇人效力，因为他需要生存；他八面玲珑，因为他需要自保；他甚至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生命，但这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在那个男人主宰天下、女人被视为附庸和玩物的封建时代，上官婉用一支笔，硬生生地在满朝文武的男权网络中撕开了一条属于女性的权力之路。他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去推翻整个体制，而是在现有的体制内，把女性的柔韧、智慧和文学才华发挥到了极致。他称量了天下吗？或许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在皇权的绞肉机前，谁不是一粒微尘呢？但是他用他的才华称量了整个大唐的诗歌，他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称量了封建权力的冷酷与人性的坚韧。千载之后，长安城的繁华早已随风而散，大明宫也只剩下一片黄土残迹。但当我们翻开全唐诗，当我们读到那些气象万千的盛唐诗句时，不要忘了，在那些光芒万丈的男性诗人背后，曾经有一位额头画着红梅花的女子，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用她沾满鲜血的笔，为大唐的诗歌画下了最惊艳的第一笔。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